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天呢是特别的一天呢，是我们的西方情人节。在这里首先祝福大家 Happy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呢，情感顺利圆满，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了，如果在这一天啊，我们忙于工作或者说个人的事业学业，没来得及过这个节日的朋友们，宇宙也会给予大家满满的爱。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连接我们大众占卜，来看一下在这特别的一天，来自宇宙深处的那一个他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份情书，怎么样的一份礼物呢？那我们今日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情人节特辑，那来自他的情书。而在每一个情人节啊 Starcy 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主题，今年也不例外啊，希望在特别的日子送给大家特别的陪伴以及特别的讯息。那这个来自于他的情书，这个我们所讲来自他的情书呢，有可能是当下我们的恋人另外一半，有可能是之前呢跟我们有连接的对象，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灵魂伴侣，或是未来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另外一半。它更有可能呢是我们的指导灵家族，或者是在我们的灵魂轮回当中所遇见的重要的对象之一等等等等。那在卡牌中出现呢 Starcy 都会传递给大家。我们首先集中在将这个人或这个灵魂的讯息呢带给大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带给大家能量以及疗愈。祝福大家在特别的一天，不管是自我感受上，还是我们的生活发展，我们的事项发展上都是顺利且圆满的。也祝福我们可以在特别的一天，在我们跟这个娑婆世界或外界世界的任何一个灵魂产生情爱之外，首先在内在觉醒我们内在之爱，感受我们内在源源不断涌出的高能量频率，正在帮助我们去进行调和和治愈，也正在帮助我们去吸引对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世界。所以所有来到这则影片的朋友们，宇宙爱你们，也祝福你们。有可能在未来哪一个转角，你们会遇见属于你们真正的爱情，宇宙将会将源源不断的祝福、关注和能量送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开始在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好，我们要进行一个短暂的冥想，来帮助大家清除一下当下我们身上的。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首先做一个能量的净化和平衡，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读牌当中呢有更好的连接，也帮助我们前来选牌的朋友们可以有更高的能量来去连接到属于我们的选项。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那如果需要时长久一点的冥想影片，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 Star Sea So Healing 的冥想频道当中，来定期的做一下我们能量的净化和梳理。好，调整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调节。好，也希望大家在感受到这个声音震动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情是轻柔的、明亮的。好，大家可以静静的调整呼吸，再慢慢的睁开双眼。好，感受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我们今日要连接的主题呢是情人节特辑啊，我们要接收一封来自他的情书啊。我们会在抽牌当中来首先连接一下这个人是谁，再看一下这封书信的内容是什么。好，那今日呢，我们有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啊，我们的选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 Astro Dice 啊，用这个占星骰子的数字啊。好，这是一套水晶的占星骰子，我们用这个数字呢来当做每组牌的参照选项。那当下呢 Stacy 就投一下，看一下我们这3副牌首先对应的是哪3颗，然后又是哪3个数字，大家可以呢根据这个信息来进行选择，好吗？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是黑色数字8，我们中间一副组牌是粉色数字4，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是绿色数字7。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每一组卡牌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啊。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我们是黑色数字8号，好，是一颗黑曜石。好，这是左边的一副组牌。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看到的是粉水晶数字4号。好，我们的粉色数字4。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我们的数字是绿色数字7。绿色数字7是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好，如果大家心目当中呢有多个选项或涌出了多个人物想要去对应一下的话，也可以将我们的卡牌做一个对应或排一个优先顺位，来收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的讯息为大家所用，那也非常有可能我们的信息会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等待大家的收取或者截取。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黑色数字8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情人节特辑啊，我们要看一下来自他的情书。我们会通过卡牌连接一下这个人或是灵魂是谁，那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最后会通过神谕卡和字卡来连接一下对方要给出的这个情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好，对于我们的黑色数字8，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什么样的讯息呢？那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第一组朋友我们看的是17号 Lover's Dream， 爱人的梦，爱人之梦啊。Present Moment Dream。 好，第一组的朋友，我感受到你们在被喜欢，或你们在被暗恋，你们在被这个人呢所牵挂、惦记、惦念，或者一些朋友最近你会出现在对方的梦中，也有些朋友是镜像的啊，你们有可能在最近会梦到他，或有的时候失神会想到他，因为你们之间呢有第5维度的连结。那我看到呢，这一个人在最近这个阶段呢，仿佛在通过一些许愿和一些显化的方式，让你呢可以进入对方的生活。而就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刻啊，你和对方这个连接，比如说我们在点开这则影片的时候，我们再去感受和链接这个能量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和第一个感受流向了谁？好，你想到了谁？你感受到了谁啊？就是他，没错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感受当下。好，
好，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有这个若即若离的恋人，你们之间的感情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的图样啊，或者说这个图片的状态，很像是烟火一样，有点海市蜃楼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啊，仿佛是有一个光的大门，让我们去回到某一个让我们思念、向往或者喜爱的空间。所以这个里边也有一些那种相思之情啊 nostalgia 这样的一个信息会出现。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最近这段时间有可能你们在远行或对方在远行，以及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呢，你是对方心目当中很难触及到的一个人，有可能你在远方，或者你已经到了其他的一个业界、其他的一个领域，或者说跟他的生活有一定的质量上的隔阂。我看到对方心目当中呢，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留给你，也希望你是安好和美好的。但有可能这个当中有一些无法触及、无法匹配和无法去真正联系的讯息。也有些朋友最近有这种被一见钟情的机会啊，你们呢时常浮现在对方的眼前和梦中，原因是你们是前世的恋人。我看到对方的想法是把握当下，那并且呢，希望梦想可以被造就成真。我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第一组朋友的这个情感链接当中，有可能这个天时地利，比如说时间呐，或者说命运给我们设定的一些桥段，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去突破的某一种功课。所以有可能我们在遇见的时候会被创造出来一些障碍和一些阻碍，这都是让我们去集合能量，找寻内在自我，或者说发挥我们的能量场，去点亮我们周围光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机遇。我觉得在对方心目当中，你永远多彩，你永远都会停留在一个美丽、健康和甚至比较纯情的阶段。然后这个人他心目当中的你是很恬静、很淡雅的，而且身上啊会带有清淡的花香。有可能你们曾经去约会啊，或者是曾经在遇见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可爱或者说比较有气氛感的，或是田园啊、公园啊、花田这样的场合。总之你会让对方去想起淡淡的春天、清新的风或者说淡淡的阳光、淡淡的月光啊。好，我们第一组牌朋友能量是非常美的。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这个情书，写情书的人他是谁？谁在写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信息是什么样的啊？好，当然在这个连接之后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测验啊，当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大家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啊。OK， 看一下 Seven of Pentacles， 如果这个人呢是我们想要去斩断的或别离的人，大家可以选择不接这个情书啊。那个自由权都掌握在我们所有来看影片朋友的手上，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Five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5号的逆位，看一下对方的能量是怎么样的。OK， Third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正位。我们再抽2颗牌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怎么样啊 ？OK， Third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啊。Four of Cups，OK。我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从这几颗零散的卡牌当中，因为这个能量也是比较零散的，能够感受这是一个对你帮不上忙的人。他有可能在某个阶段看到你啊，比如手忙脚乱，或者说你们在同一个工作场和职场也是有可能的，生活领域当中是有交集的。但是有可能往往在你最辛苦、最需要的时候呢，这个人好像没有办法深入到你的内心，你们之间在心灵上是有一定隔阂的。如果有些朋友你还不认识这个人呢，或者说刚刚你好像去发现一个这样的人之类的，他有可能会潜藏在或潜伏在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边。有更多朋友有可能是办公室的恋情或者同事等等，他看到你呢，首先是每天披荆斩棘啊，兢兢业业，再者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插手深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我认为这个人他内心当中有可能受到过之前的不管是感情啊还是原生家庭的一些
或者说变动吧，生活变动的一些震荡，刚刚呢去整理好自己。还有就是我看到对方对于感情其实是懒懒的、倦倦的，并没有心思去进行一个真正的经营，或者真正的一个行动，仿佛他的行动能力就在下一秒，但是下一秒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看到也有一些这种暧昧无果的朋友来到这一组啊。我们再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Six of Swords。还是一样，我看到他的信息啊，我们抽了这6颗牌，得过且过。然后呢，他的生活里边有可能会充斥着一些消极的符号，或有点百无聊赖。但有些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没有意思，没有魅力，我不想和他连接。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人他其实在默默的，有可能是用他们的方式喜欢着你们。那我们说喜欢一个人应该怎么做啊？不同的状态底下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人因为喜欢而无法行动，也有的人啊，因为个人能力的欠缺啊，会觉得自己对待感情没有办法尝试。起码我在第一组牌的朋友当中能够看到这一点。也有些朋友，这个人当下在跟你断联，或者说不读不回啊，已读不回。因为我看到他好像还卡在过去的他的执着当中。属于他的执着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之前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纠葛在一起，像是毛线球一样两个人的一些争端。也有可能是他当下没有能量、没有精力的一个状态决定的。我认为这个人和你有可能没有更大的纠葛和隔阂，比如说两个人能够闹到真正的断联和谁也不理谁的状态啊，这个人起码还是愿意在你的生活当中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会去做这种一刀斩断啊，关系割裂、老死不相往来等等。在第一组当中没有看到这样的讯息，但是我觉得对方其实无疑在行动力上是比较消极的。他甚至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只要不要太过于打扰到你或拖你的后腿就好了。所以我看到有可能对方他现在也处在一个自己要去过河，然后自己有可能要去做一些考量，有可能他在经济上和他的个人成长上需要一个很高能量的计划和高能量的行动去支撑他的野心和支撑他的未来。所以我看到就是在想念你和给你写信的这个人，起码当下能量呢并不是很佳，并不是很优。我认为你和他之间有可能有过一段历史，有过一段交集和交往，然后你和他之间有可能因为一些固定的事情错过了。比如说固定的两个人啊，一个人要比如说工作，那一个人有可能要去上学，或者说一个人有可能要在这个环境，另外一个人要在那一个环境。你们之间所看到的环境，或者说看到的这个目标和包括你们所在能量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有少数朋友啊，这个当中有一点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啊，不过更多朋友这个三角关系代表了在事业和你当中对方无法抉择，在金钱和你当中对方无法抉择。然后我看到当下呢，这个宝剑3号的逆位代表了伤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当下不管是过去有过争吵争执，还是有过一些什么，还当下刚刚见面啊，如果我们刚刚遇见对方的话，我认为对方当下不处在一个高能量场的阶段，他可能当下呢正在学习重新去整理自己的能量碎片，重新去过好自己的生活。而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足够有吸引力的你，所以呢莫名其妙的会对你产生很高的好奇，有可能也会想要去沟通和打探。如果看到你们的生活里边是会有一些杂事琐事和一些碎片式的接触的，所以不乏这个人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生活中，或者说跟你呢在简讯里啊，在 email 里边有一些沟通和交谈。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能量啊，我们先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在星座里边呢，其实我们第一副牌啊，我看到对方他身上是出现了一个火和土的能量啊。火象星座，土象星座。再者就是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现实和注重理性的，他注重事情的解决和事件的解决，他不是一个白日梦想家，也不敢随随便便去做梦。所以我认为呢，他会有的时候浪费掉在感情甚至是在他的事业和生活里面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会有点固执和倔强。然后我觉得他是有点沉默寡言的，平时比较喜欢把一些比如说工作任务啊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加之于自己身上，表现出一种沉默和不善言谈的状态，其实是内心呢稍微有点自卑和一些比如说退后性的躲避性的倾向啊，回避型的倾向。我看到这个人其实偶尔是愿意帮你解决问题的，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有可能他始终都缺乏这样的一个果决感和这样的一个力量感，
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是不配得和不可以的，有点纠结啊。我们第一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认出他来。那下面我们看一下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啊，在这个信当中我们有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只言片语。The Lovers 第一张就是恋人牌啊。好，Four of Pentacles Knight of Swords。 你让我一眼惊艳啊，你让我一眼定乾坤。然后对我们第一组朋友啊，这个算是一种一见钟情啊，你让他的世界开始有了色彩。我们看一下进而有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在这边写啊。好 ，King of Swords Ace of Cups。 好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逆位。我们继续抽牌啊。Five of Wands。 哎，我们整理一下。好，我们看到是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看一下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啊，看一下他想说什么。Eight of Cups。 好吧，来自于对方的情书啊 ，Sassy 帮大家去传递一下好吗？你是那一个让我一眼惊艳的人啊，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很晕船。我认为我们是一个世界的，起码在那个时候啊，我认为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很像是我的这个 first love， 很像是我的初恋啊。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也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他就是你的初恋，他就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上一个人等等啊。所以在这个晕船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啊，我时常会觉得我有没有这么幸运，或者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让这个感情去被保鲜，或者说被维持的很久很久，因为我不懂爱。好，这边我们看到一颗大大的爱心 Ace of Cups， 一些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不懂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牌是宝剑国王和宝剑侍从嘛。好，我只会去模仿和学习什么是爱，我试图去接近那个爱，我试图在你的身上去寻找无条件的爱。而你让我看到了，感谢你啊，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2颗星星，一颗在太阳上，好，一颗在圣杯一上。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2个人应该是在某一个阶段曾经两情相悦和互相喜欢过的，在彼此的眼睛当中看到过那个星星和火花。你的出现呢，让我曾经放弃了一度放弃了一些消极的想法，甚至让我的世界呢有一种立旧而迎新的感觉。我放下了对这个世界消极的打算和信念，我放弃了对于一些人的不信任，但是好像我总是力所不能及，不能更快的和更好的去接近你。你在我的眼中呢是非常独立、潇洒而有梦想的人。然后我在追，你在走，我在追。一直以来我都会表现的，我也同样拥有梦想，我也同样拥有目标。其实我的内在呢，有的时候是一团糟糕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我能够做得好，甚至呢，在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应该去陪伴你的时候，我有可能反而选择了让你孤单和别离。其实我的用意始终都是希望你能够通过你的方式去达成你的愿景，我希望你快乐、幸福和好，而不是希望你被伤害。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有可能在我最忙乱、最焦灼、头脑最宕机的时候，做出了一些决定和抉择。因为你的出现总是让我的大脑宕机，因为爱情出现了，所以我的理智不再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逆位和恋人牌同时出现了，让人晕船的爱，好，让人没有办法去保持理性的爱，或者说让人会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些情绪动摇，甚至产生非常大的起伏，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果决、纠结或者是错误性的爱。但是你们的爱不是错误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呢，当你出现之后，有可能他会晕船的，或者说冲突内在冲突，以及呢为了去证明自己，为了在你的面前去证明自己的更加优秀，更加有领导能力，或他跟你一样其实是清晰和果决对待这个人生的，他有可能在慌乱当中做错了很多事情，或者说他有力所不能及
这个时候他对你呢是在道歉的 ，sorry， 对不起，I'm sorry， 对不起。我看到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偏向于爱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我是爱你的，我是喜欢你的。而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可能我还是因为我旅途当中的一些固定的事宜没有办法前进，我面临很激烈的竞争，而且我争不起来啊，我不爱去斗，但是我好像偏要去赢，这样才能在你的眼中呢拥有一席之地。再者就是我有可能在人生的目标以及经济上也有一些不清楚的部分，所以在某一个阶段，我恰如其分的离开，仿佛是我在抛弃这个感情，其实我想用新的方式去爱你。如果说我已经离开了，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吗？你会为我而回头吗？我们曾经打翻了一地的圣杯，可以被一一扶起来吗？你愿意回头看见满月天上的月光，以及我身上的披星戴月吗？其实我为了你在周折。如果我曾经遗弃过你啊，或者说我曾经在你有可能是身处难境，或者说在你孤单，在你落寞的时候没有办法给你陪伴，其实我们都是在因为各自要去寻求各自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有可能不是来源于各自的陪伴，而是来源于各自的成长，起码我是需要这份成长的。我有的时候是有点霸道的，或者说我有的时候在你的面前要表现出来我的具体，我的得体，或者说我的利落和果决，其实我的内在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当然我没有去装我没有假装。这边权杖5和金币5号，我内在一直矛盾，因为我脱离了某一种矛盾，但同时我又走向了下一场自我矛盾，就是我应该向前还是应该退后，我应该去极力的争取什么还是不争取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主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2个7号牌先是出现了金币7和权杖7的逆位和和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就代表了有很多朋友你们在现实条件当中有可能有无法去谋求到的共识，或者说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有隔阂和不一样的目标的，对方甚至认为自己和你不处在同样的一个阶层，你们有可能不在同样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是灵魂伴侣 OK， 一些朋友有可能是 Twin Flame 出现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呢，对方一定是在去寻求他的课题，你也一样。所以这封情书当中我看到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对方对待你献出了一个 Ace of Cups and Eight of Cups in reverse， 就是不要失落好吗？如果问我的初心，我是爱你的；如果问我的灵魂，我是爱你以及喜欢你的。因为你是让我第一眼就产生了震动，产生了化学反应的那一个，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但是如果当下问我未来应该往哪里去走，我会觉得未来是需要花时间一点点建筑的，而我当下有点渺茫。当下的我呢，已经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不过如果要问我怎样去做，我会认为期限是在未来，有可能是未来的半年，有可能是未来的几个星期，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迈过当下这个课题，要走到下一个阶段，而下一个阶段来临的时候，我的能力是足够的吗？我对你的爱如果是足够的话，我的给予是足够的吗？足够可以让你重新的为我所动，或者说足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感被点燃吗？我有的时候内在是怀疑的，不过我会给出一个非常正向的答案。如果宇宙问我，我的答案是 yes yes 10000年，或者说很多很多万年，在无限的时光里边，我依旧爱你。如果在未来，在我的情况允许的条件底下，我也想要去选择你，期限依旧是10000年，甚至是很多很多万年。因为这个一眼不变的，有可能就是我灵魂的选择，有可能也是当下你灵魂的选择，谁知道呢？爱情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无知无觉的，我们甚至也都是需要去彷徨一下，我们要在彷徨里边去推拉一下。不过在这个推拉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我自己的成长，我也能感受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有可能需要半年，当下我们是2月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好吗？我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重整旗鼓。当下的我比以前更加坚定和果决一些了，目标也明确一些了。但是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我是很谨慎的，我希望不会再伤到你。
如果在过去我伤到你，或者说我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曾经打搅过你，或者说曾经冷漠无视过你的热情，然后我曾经让你在感情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否决，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因为在爱这一份爱情，肯定这份连接的同时，我的小我也在爱自己。对不起，我自私的爱自己啊，我也自私的爱你。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讯息啊。在星座当中呢，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有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火土象比较重啊，我看到对方他的星盘当中有可能会有一点微量的土元素和火元素，但是你们之间其实是风的能量比较强的。这个很多的火元素和土元素也确实代表了当下现实条件的不支持和不圆满，比如说天时地利都不够，比如说当下有可能对方处在一个非常慌乱和非常匮乏的局面当中，资源上啊、经济上啊、工作上啊，有一种力不能及的感觉啊。还有一些朋友感觉到对方呢曾经错过了跟你的约会，错过了跟你的某一些发展的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可能对方就停在原地了，但是你会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当中，所以他对待这个感情，我认为在当下还是一个肯定的判断。好，如果没有见过对方的朋友啊，这个是你的前一世恋人啊，你们曾经梦见过对方，然后你们之间这个约定是什么呢？我们生生世世的记忆啊，其实不需要回归到我们大脑，存在阿卡西就可以了。如果都回归到我们大脑，有可能我们会这个情绪爆炸啊，或者说承载不了这些信息带来的压力。因此我看到呢，即便是这个人在上一世出现在你们的世界当中，你们曾经历经过生死，你们曾经是彼此珍贵的家人，在这一世还是要以初心就零啊，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婴儿，我们再重新长大，再相互找到彼此。但是他认定你们一定可以在轮回当中相互找到彼此，因为你们是非常相爱的一对神圣伴侣。有更多朋友，你们的感情牵连到上一世的情感任务，所以这是你上一世的恋人另外一半呢，灵魂伴侣或 Twin Flame 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我看到他经常会在睡前想到你以及梦到你啊，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也顺便帮大家看一下他会怎么样行动吧。在我们这个信件之外啊Page of Pentacles 金币侍从的正位，我们把它飞出来啊。Ace of Pentacles, Knight of Cups, The Hanged Man， 还蛮慢的行动上来讲吧，就是我感觉在未来3个月还是蛮慢的。然后对方呢，他有可能会体现出一些被动和一些奉献精神，有可能如果是你们在共同的工作里边或者说你们这个生活是有交集的，对方会体现出一种，我们看到这边 Nine of Pentacles。我们这边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正在盛上一盘有可能是丰盛的佳肴。那我们这边The Hanged Man呢，我们在喂水，有没有啊？所以我看到这个人他其实有一定的服务精神，或者说反过来希望我们第一组朋友去服务于他。但是我看到他的行为其实是稍显卑微的，或者稍显被动的，他有可能处在一个劣势的状态。而且最近呢，对方比较在意的是他的工作啊、金钱和个人的这个成就方面的问题，他希望拿到一个结果给你看到。如果呢他无法拿到一个好的成就和结果给你看到，那他就会为了比如他的工作和他的这种个人形象的建设等等做蛮多的功夫的。我看到他呢足够的用功和认真，也会花很大的心思，但是无疑在爱情上、在情感上和沟通上，这个牌是没有沟通的牌，不沟通啊。The Hierophant 教皇牌，这张牌是什么 ？Knight of Pentacles， Five of Swords， 你再看一下后续的发展。Five of Cups， 我认为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辨识出了他，你们当下在情感拉扯当中，算是缘分未尽啊。但是我们的缘分又会在下个阶段怎么开展呢？我认为呢，
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发展是比较慢的。也有一些朋友你们长期处在断联当中，那对方呢会非常顽固的焊死一个想法，就是他很顽固的想，我一定要取得什么什么，我一定要发展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我要给第一组牌的朋友看见。所以一些朋友看到你们的分手啊，无疑其实是一个就是决定性的事件，因为对方呢不善于回头。所以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打算跟对方重新去建设一些连结啊，你们打算给对方一些机会的话，在未来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还是需要给对方一些台阶下。我认为对方会去 follow 或者说关注你的消息，暗中去关注，而且是暗中比较、暗中竞争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看到你们之间的破冰呢，有可能峰回路转呢，在比如当下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是2月，我看到是5月、6月、7月是比较容易峰回路转的。对方希望以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好，如果是你的灵魂恋人，当下还没有遇见他的话，我认为对方和你当下还没有熟识，还没有见到。比如说正缘的话，有可能在未来的这1年，我们看到是年尾啊，然后到2年当中，第一组牌的朋友容易遇见非常相辅相成的稳定的正缘。好，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我们的 Oracle 最后的建议和指引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28号，这个牌翻译过来是 Dai， 就是遇见啊，遇见。所以很多朋友我看到你和他的遇见是很浪漫的，是有天注定的，或者说你和对方有一些比较朦胧然后比较暧昧的这种感受。这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你们个人产生的暧昧，是在更高维度你们之间的连结所决定和注定的。我看到你们的相遇是注定的一件事情。有更多朋友呢，在这个月圆之夜啊，你们之间容易发生发展，就比如说容易遇见啊，有可能容易推荐你们的关系啊，有可能容易在这个月圆之夜对方和你相互告白啊等等。因为这个月亮是对于你们能量的一个加持，那对方呢，我看到其实是灵魂深处比较感性的这一群人类，而且你和对方之间这个牵绊吧，或者说你们之间这个纠葛是绵延几世的。所以他很难忘记呢初次见你的时候，或者他很难忘记跟你有非常美好的约定，非常浪漫的某一个美丽的特别的日子。那我们第2章呢 Koinio Jiru 就是 fall in love 啊，那就是我们看到这2颗牌当中这个形象怎么这么像啊？你都是戴一顶帽子，有没有？好，有种这个帽子跟对方有着神奇的连结啊，或对方有可能比较喜欢戴帽子，他的一些衣着啊等等是比较特别的，他会有一些特别的打扮。这边我看到有一种淑女配绅士的感觉，然后你和对方是非常搭调的一对啊，而且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的灵魂受到的滋养是非常自由的，而且你们的灵魂是非常的相互理解，然后喜爱去相互陪伴的，所以你们是天然的恋人啊。在先天因素上，比如说你们的不管是先天的这个能量啊，还是灵魂的能量，还是你们的爱好、天赋和想法上，是属于天作之合。但是后天来讲，有可能我们这个后边的缘分嘛，有可能是有缘，但是份有一点不足，所以这个份是非常需要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跟对方进行修行的。这个修缘分呢，有可能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投射出我们的善念呐，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好的想法，或者说我们在爱情以外有可能要去修自身，修我们内心。但是无论如何，我看到你和对方其实是非常梦幻的一对伴侣啊，你和他是彼此梦想的这个情人。从牌里边能够感受到一些朋友啊，最近有人在爱上你们，好吗？你们最近有一些神奇的遇见、约会。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青蛙王子，有没有？所以很有趣啊，你们的感情受着大地之母和大地的保护，你们的感情有月光和日光的见证。所以有更多朋友，其实你们的感情是宇宙和高维度能量呢所愿意去支持和拥戴的。我们最后看一下字卡吧，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啊，作为我们这副牌的好结尾啊。毕竟我们要传递一个情书嘛。在这边的数字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17、28，中间的差数是11 11号啊？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是镜面关系，你们是 Twin Flame 双生火焰的关系。好，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I wish I had treated you better，
我希望我能够对你更好一点，在那个时候啊，有点后悔了。看一下，如果那时候能对你更好一点，那该有多好呢？ I miss hearing your voice. 我想念你的声音。I love you. 好吗？好，就这3张吧。因为什么？我看到其实第一组朋友这个爱意还是比较浓烈和明显的啊。那对方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我们感觉到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如果2个人之间当下在一个分离阶段，我认为对方呢，他的想法、他的态度是往你这一边去，对应的，或他是靠向你的，正在走向你，或他想拉住你啊。我看到对方对你有深深的依恋和眷恋，也不想放你一个人。在3维世界当中呢，对方有可能还要去脚踏实地的去，打好一些地基啊。我们看到都是金币的人物牌，所以对方比较在意他现实世界当中的地位、身份、经济这一方面的元素，他比较在意。I love you， 好吗？他爱你啊。这个灵魂爱你，并且宇宙也爱你，所以呢，把这个信息送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祝福大家在特别的一天呢，拥有美好的能量，得到宇宙带给我们的讯息的同时，也感受到宇宙给予我们无条件的爱。那爱呢，会造化出奇迹啊，所以说，爱的奇迹有可能也会在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事业当中重新被点燃。此情可待啊！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可以很好的进行休养，特别是很好的进行一些睡眠呐，或身体的补养。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数字4号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呢是情人节特辑，我们要传递一下来自他的情书。我们会通过我们的 Oracle 神谕卡和塔罗牌帮助大家来传递这个讯息啊，希望带给大家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能量和疗愈。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好的，那对于我们的数字4号粉红色，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朋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15号啊 ，Children, Giving and Playfulness。第2组的朋友，你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内心小孩，有可能被对方呢第一眼就捕捉到了。在不断跟你的相处当中呢，对方首先会感受到你们是非常具有创造力非常具有奇思妙想、天马行空，而且呢是纯真而无害的，并且你们内心其实很少有杂念。基本上第2组朋友，你们会有你们的天赋和你们的创造力，有可能跟你们深入到这种灵魂交往啊、生活交往当中的时候，会更加显得你们的内在非常的独一无二，而且具有一种广阔的自由性，会让接近你们的人呢不自觉的被吸引过去，或者说被吸引到你们的世界。这边呢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第2组的朋友，对方和你存在年龄差他有可能比我们大一点，或者说跟我们之间呢有一些年龄的参差。有年龄参差情况底下呢，我们其实也非常容易比如说因为我们和比如说年下的朋友接触一下呀，我们和周围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接触一下，展露我们内在小孩。所以我看到其实第2组的朋友，你们有非常美好、阳光，而且善良，有创造欲、表达欲和肯给予的这样的一个内在小孩。我看到你们的机制是，一旦你们去打开了爱的机制，比如说你跟周围的人去连接心轮呐，你当跟周围的人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创造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个内在小孩就会展露他的光芒、魅力和能量场。所以我看到呢，就是你心目当中这个对象，首先他在内心当中非常的接纳你，还有就是他看过真实一面的你。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第2个部分对方和你相处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更多的展露你的内在小孩，跟对方进行沟通，甚至你会去呼唤和觉醒对方内在小孩。所以看到你们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具有火花、有创造力的对谈、对话，或者说呢，你会激发对方的灵感，对方也会激发你的一些创造表达能力。整个卡牌当中，你能感受到我们第2组的朋友你们仿佛是就是很闪耀的星星，或者说你是非常闪耀的一个符号，在对方的生命当中有独特的意义，他有可能也非常的愿意去模仿你和跟你学习。要是我看到对方非常喜欢你这个内在小孩的一面，他会觉得是非常天真自然，以及甚至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3维世界其实是非常独有的。然后我看到第2组朋友，你曾经无条件的或者说非常淡然
畅快的去跟对方分享过或给予过一些什么你生命当中美好的部分，让对方呢会一直想要去记得，会一直留存。在他心目当中呢，你的顶轮非常的发光，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你们是有一个光环或者说有一个皇冠的。也有些朋友你们是儿时的青梅竹马啊，有可能是少年的时候就成名啊，或少年的时候你就遇见对方，所以在对方的心目当中会留有你比较美好和特别的，以及非常有童真色彩和天才光芒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和形象信号啊。好，下面我们洗牌看一下这个人是谁来。我们看一下啊 Judgment， 第一张就审判牌，我们在这边洗牌啊。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呢？这卡牌有点重啊，大家给 Stacy 一些时间把卡牌整理一下。好，我们这边飞出来了 Seven of Cups。 好，这边也出来了 The World 世界牌。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这个人是谁？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正位。我们再看一下啊，好，这边飞出来了一张牌 Ace of Swords in reverse。好，牌底我们看到是 Two of Pentacles。 好，看到这个人啊，他和你之间呢我认为在这个三维世界，在这一生一世曾经相遇过，是之前的人。我看到你和他之间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有可能是结识相处，或者说呢一个暧昧一个高光的阶段。对方会觉得那个时候呢，仿佛他处在一个能量精神整个的情感状态和青春指数都非常饱满的阶段。所以呢，我看到有可能第二组的朋友，对方是你的初恋呐，对方是你学生时期的恋人呐，或者说是前一段时间呢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体验和交流的这样的对象。你的出现会让他觉得他受到了某一种震动，他在这个三维世界有一层情的觉醒和认知，而且你会展示给他非常美好的，有可能是关于和相互理解这样的一个课题。不过你们之间有可能也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固定的事件啊，突然的关系跌入冰点，所以这边有一种忽高忽低高低起伏的状态。后边的 Ace of Swords and Two of Pentacles 我们在牌里看到啊，更代表了有可能当下两个人处在一个断联状态，或两个人当下呢有可能没有对方的联络方式，或因为比如说一些特定的事件，毕业呀，或者说转换工作呀，搬家啊，或者说改变朋友的群体啊等等，发生了关系的质的蜕变。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呢，他有可能是守在过去，有可能守在原地的一个人。也有些朋友看到这个人，他有可能跟你的人生曾经有过非常明亮的火花和交集，有可能是在青春时代或是早一些的时候，你给对方的印象始终是完美的，但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仿佛也受到了命运的作弄啊，在固定的一个时间就突然的戛然而止了。我们之前看到 Five of Swords 这个宝剑5困住的是一只老虎嘛，然后我们在就脱逃嘛，有没有？然后这边 Ace of Swords好像是在下一个决断，或者说一个否定的决断，我不要，我要走了之类的。所以我看到其实你和对方相互去分别，或者说你们离开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误解误会，或是周围人的一些干预，或者说是阻碍啊，或者是流言蜚语的一些干扰等等。少数朋友这边也会有一些三角关系，因为这边我们金币2号嘛，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的关系戛然而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有第三者啊，周围人的一些阻隔，包含了家人，包含了友人，也包含了你们事业当中一些比较有干扰力、有权力的人士啊，在干扰你们的关系。大约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看到这个人和你之间曾经有过非常隽永和深刻的这种情感交集，并且对方和您呢有可能当下不在一个空间和一个地点，你们之间当下有可能会透过网络和周围人的一些传话，相互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有可能当下呢不会去更多的沟通和交往了。好，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对方的身上带有一些冥王星和
固定星座的特质啊，冥王星天蝎座，固定星座呢天蝎、金牛、水瓶、狮子座。这边呢也有一些风象星座的特质，对方是比较固执、保守，而且呢对待感情慢冷慢热，相对来讲专一，但同时在行动上会比较恪守他的原则，比较坚定啊，这样的一个性格。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对方的情书是什么，大家可以对应一下这个人物是谁，或者说我们直接可以看一下这封情书是什么样的，来接纳一下这个讯息啊。有少数的朋友，如果这一世还没有遇见他呢，你和他之间一样是前一世未了的缘会在这一边啊。我看到是戛然而止的一个缘分，所以你们之间还有一些需要书写的部分。看一下啊，我们看到是 Ace of Pentacles、Eight of Pentacles、Two of Swords、OK、Three of Wands。你继续看一下啊，这边呢 Five of Swords， 2张宝剑5号了啊。这边有金币骑士、The Hierophant 教皇牌的逆位，我们看到是国王牌的正位。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啊。好 ，Knight of Swords， 我们看到牌底这边飞出来的是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和月亮的逆位 The Moon in Reverse。我们可以理解到他的信息和心情啊。第二组的朋友，为什么在这特别的一日，我们要传递到的是他的情书呢？我看到的对方心里边呢，其实是非常遗憾的。每逢这个佳节呀，或者说每逢这个月圆啊到来的前后啊，对方呢是倍加思念你的，因为我看到他和你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遗憾存在，很遗憾。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不想接到这份情书啊。好 ，Sassy 先传递给大家这个讯息。很遗憾，我们在固定的时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因为原生家庭或者是宗教以及教育背景、文化的一些限制，尤其是家人和长辈的阻碍，以及我面临的这个三维世界的一些考核和考验的阻碍是尤为严重的。其实我生活和生长在一个比较严苛，要求我去坚强，要求我去独立和果决，非常 grounding。或者说非常父权的一个环境当中，因此我学会了如何杀伐果断，也学会了如何去按照对的方式办理对的事情。我们这个对的会打双引号啊。所以当我在感情和物质世界，以及我在感情和更加有确定性的可能性里边，我都会去选择我自己，或者说那个相对来说对的选择。你不在我的世界当中，或者说你走了，你在远方，或者说我看到你飞得越来越远，有可能这也是我推开你的一个举动造成的。你变得更加自由，你在变得更加优秀，你很像是这个伸开来翅膀啊而飞翔的。我们看到这边有世界牌啊，伸开来翅膀，自由自在飞翔的灵魂，而我呢被困在原地，我能够做的仿佛只是在给你一个瞩目礼，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连接你。在远方的你还好吗？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也会时常的想起过往和梦见你，我是深深的遗憾的。如果在那个阶段我没有去选择，或者说我做了走向你的选择或另外一个选择，我们之间是不是有后文呢？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我没有办法在我的环境里边跟任何人去展露，我把它当成了一个秘密，写在日记里边。我总是在幻想，我有一个幻想，我幻想有一天呢，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了更加成熟，或者说走到了拐角的那一天啊，因为我们这一世也有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再次相遇呢？你会不会也会犹如最初啊，会无条件的轻轻的来到我的身边，给出我你的问候呢？曾经我想过啊，如何走向你，曾经我想过用100种方式走向你，但是一步都没有走。原因在于有一些事实的原因啊，有一些事实的三维世界的事物和人将这件事情耽搁了，甚至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也会越来越怕，是不是我的选择代表的就是不顺利，
是注定不应该去做的一些选择。因此呢，我去深埋对于你的喜爱，并且呢，会将一些可能的对于我们两个人事业的干扰埋在无形之中。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再次卷土重来和发生了。说到这里，有可能你会觉得我非常的矛盾，你觉得我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但是我的温柔和我的勇气以及我的大度，等于在爱情当中的手放开。有可能在你离开之后，我没有办法和没有条件再爱一次，但是起码我的世界能够被建设成为一个安定的形状、安定的样子，这有可能就是胆小的我想要的。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交往过，你经常会成为他梦境当中的一个人物，出现在他的梦境当中。如果说他过去曾经背叛过你，或者说他曾经愧对过你，或让你失望过，他的心中充满了抱歉，充满了自责和愧疚，甚至呢，有可能这一份心态会让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出现纰漏或出现问题，有可能会陷他于一些不幸运和陷他于一些人际关系的挑战和另外的一些背叛当中。所以这个其实是现世的一些因果啊，我们其实不必去追究这个当中的旧理，因为这个宇宙呢就是有这样的法则，有阴有阳，有一加就有一减。好，我们在这个情感当中有给予，也有另外一个程度的获得。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和你呢仿佛是在两个世界的，你们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和条件的不同以及对峙，他对你呢甚是难忘。如果说这是一个伤痛的话，它很像是一个冥王星的能量啊，这个伤痛始终存在，有可能会是铭心刻骨的，也会让一个人去做很多他内在的转折和变化。我听到这个信息呢，就是我搞砸了，甚至我没有办法祈求你的原谅，因为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啊，感觉蛮困惑的。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来给到我们啊。战车牌、魔术师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进一步的啊，相对来讲能量高一些，给我们一些指示性作用的这个信当中的信息呢。Two of Cups，OK。回望到最初啊，其实走向你或者说跟你走在一起是我的初心，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有可能因为周围环境的一些作用，我们这边看到牌是一样的，有没有 Judgment and Ace of Swords？ 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是有指向性的，有可能在某一个必须要选择的岔度点和节点，对方和你没有相互选择，你们这辆战车呢没有办法并驾齐驱的走下去，甚至对方呢有可能故意的去做了一些改变，让这个你们之间的断裂和你们之间这个情感以及你们之间建立的一些连结啊，有了瓦解，有了土崩瓦解的一个状态。他认为自己如果是在这个情感的圈圈当中嘛，他是胜之不武的啊，他没有胜利，或者说他没有真正的拿到他想要的结果，因为内在的他永远都有一层匮乏。所以我有可能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不喜欢接受这个能量，但是我们依旧传递给大家，我们把牌发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一个人，因为呢这边是 Judgment and Ace of Swords， 这个牌跟我们的主牌是一样的嘛，所以还这个人在传递给我们讯息。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当初的光芒，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当初无条件的爱、天真的保护欲，以及对于情感最初的向往。有可能是我愧对了，或者说是我不小心摧毁和破坏了以及践踏了你的感情。而在当下呢，我方知有可能有一种大梦初醒方知悔悟的感觉，我非常想重新的去拥抱你，跟你说一次真的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请原谅我。还有一层信息啊，他在跟你相识的时候，他的内心是自卑的。OK， 我的内心曾经是自卑的，所以我会做出一些相对来讲有点奇怪啊或若即若离的事情。我希望在你的眼中我是特别的，哪怕
有的时候这个行为会伤害你，这个行为像是一个恶作剧，这个行为有可能跟你最初的期望不相符合，这个是我的问题，好吗？复杂啊。我们这个第二组牌朋友，对方的心思跟我们这个主牌相比较啊，我们这边有 children， 好，天真的、无条件去爱的，眼睛当中有星星的孩童。那我认为你遇见的是一个老灵魂，对方呢有可能在他的情感和他的这个责任面吧，有很多他个人的自我期待、要求和向往，而且有一种不达到这个目的誓不罢休的感觉。原因在于是老灵魂嘛，所以他对于三维世界的一些东西有更高的执着，这个执着会让他放不了手。所以当他理解到那个执着是什么的时候，也是他能够去顿悟和觉醒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牌的后面呢，他在讲的是，我看到第二组朋友还是一个以分离啊，或者说拉扯、断裂为前提条件的一个局面。所以如果不在这个局面当中的朋友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下其他的卡牌。那在这个局面当中的朋友，对方讲的就是他的灵魂守在原地，并不想和你对抗，也并不想去伤害你，并不想跟你进行任何的争夺，他只是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做了一次自己，也伤害了你。所以我看到他当下正在回望和觉醒，他也有一些正在变得成熟和正在变得理智的姿态。我认为他把你看成他上一个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如果说未来呢，如果谈到未来呢，他认为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值得非常优秀的对象去，有可能是陪伴、去帮助和去爱。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在对方的眼中是非常有魅力的人，有可能当下早就已经 move on， 早就已经走到了下一个阶段。他认为会有更加优秀以及更加纯粹的人来爱你，甚至你有可能早就已经把他忘记了，你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在上一页。他认为呢，这个也曾经算是他的一份有点是黑历史的感觉，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做的并不好，他是有愧疚的。那我们第二组朋友呢，依旧是圣杯王后或者圣杯国王，我们这边看到 Judgment 也是一位女神啊。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张牌就代表了在他的眼中你已经走出来了，你已经浴火重生了，并且呢，你甚至也觉醒了你的内在小孩，开始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开始去做你人生的一些把握和计划。好，对方对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呢，是有一定的不舍，然后有一定的逃避，也有一定的挽留。我看到对方想要你挽留下来啊，当你不说我不说的时候，你会独自走了吗？你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独自离开吗？你会不会默默的move on？你还会回头来看我一眼吗？你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吗？我认为第二组朋友对方对你是有痴情和执着的，所以大约这个信函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啊。我们不多做传递了，因为我看到他的灵魂在当下处在一个纠结的界面，所以我们在过多做连接，有可能会让我们头痛啊，也会让我们并不一定得到很高频率的能量。当然这个答案也比较明显啊，我们已经通过卡牌抽出来了，就对方呢当下在一个纠结、愧疚和不舍的状态当中，而且对于未来他好像是做的决定，但是内心当中又充满了悔。对方这个决定是不究竟的，他出于本能也好，出于他的贪嗔痴慢疑也罢，出于他的习气也罢，基本上啊都会在一时之间发生动摇和摇摆，也会让对方在一时之间呢产生有可能是愧疚，有可能是后悔的情节，因为他有可能也是一个幼稚小孩。我认为对方的内在小孩是有点破坏性的，甚至是有一点爱闹啊，或者说反复。他一直会把你当成一个灵魂上可以去效仿、可以去跟随的对象，但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第二组朋友如果华丽转身了，或者说是华丽蜕变了，他会有一种跟不上脚步的感觉。我认为对方呢，依旧是希望和你去营造一个未来，但是他在问你愿不愿意，而不是在大声跟你说我愿意。好，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样的行动啊，就跟第一组一样啊。我们第二组牌朋友对方的这个信函的笔记非常潦草啊，所以说我们找到了一些只言片语，我认为他没有想好要写什么，但是我们居然连接到了他呢，我们就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底啊，看一下对方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以及发展吗？
我们第一张还是 Devil in Reverse and the Knight of Wands、Six of Cups， 这个牌都是会有行动的。Eight of Swords、Two of Pentacles， 这些牌一起飞出来啊。Knight of Pentacles， 还有金币6号，会有行动，但是会有一些反复。我看到对方呢，有可能想要去制造某一种情境，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啊，在你需要周围人的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出现。我看到在未来的2个月到4个月之间呢，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复联，这边复联的信息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重新建立联络呀，对方重新的开始去跟我们第二组朋友一些消息啊，或者说对周围人去展露他的一些情报，比如他的一些 updates。它的一些更新啊，一些状态有可能会被周围的人传递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好，如果有些朋友在过去啊，尤其是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1月呀，是一个分手状态，我看到当下对方还在一些纠葛当中没有走出来，所以你们的发展呢，无疑在当下这个阶段是一个转折的重要阶段啊。我们可以先按兵不动，等一等，而对方在4到5月呢，一定会有出乎意料的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甚至呢也会对我们第二副组外朋友呢去产生这种主动的连接，对方会主动啊。如果我们今天不主动的话，有些朋友会说我发了简讯，对方不读不回啊，或当下其实是处在一个2个人都没有更好的条件进行交流。也有些朋友你们之间有一些经济上的挂钩和纷争，或者说是一些债务关系等等。我看到在这个5月左右啊，现在我们是2月，未来3个月到4个月期间，对方有可能会回头，他有可能会帮助你解决一些这个债务上的问题，或者说来还钱呐，或者说来道歉之类的。这边有这个3张6号牌嘛，代表你们的问题有可能在3维世界会有重新的组合，也会有新一轮的变化。我看到呢，如果是命运之轮配我们这个6号牌，代表了这个事件在转折嘛，过去处在一个低位，或者过去处在被动啊、被压抑啊、不能主动状况底下的朋友，有可能会转换，有可能呢反而是我们在这个能量上更高一些，对方有可能反而会想要去屈从啊，或者想要去follow up， 或者说对方有可能会拿出一些诚意来跟我们进行这个沟通。不过在这个关系里边，我始终看到有一些非常物质层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有国王牌啊，国王牌其实它也代表了我们在3维世界当中的权力、权势啊，或者说对方所拥有的资源和能量，然后他是否能够在一个关系里边有主导权、有控制欲，它也是神圣阳性能量的代表。所以在这个感情的里边，我看到啊，始终有一些不公平的成分，会让我们的关系产生挂钩，但同时也会产生比较沉重的，就是很像这种金属机械类的东西啊，沉重的机械类的一些互动和变化。比如说你高而我低呀，今天我就要去一点点的 gaslighting 一下呀，有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会出现。所以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呢，也需要去警醒一下。我们在牌友看到的是权杖王后，我们需要保持阳光热烈和自我之爱的精神，在生命当中始终是豁达，并且呢充满着生活的希望，充满了创造力。你们有可能会有很好的交友，会有很好的外出运，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的桃花或者说你们这跟人交往的质量将会变得更高。而对方呢，有可能相对来讲，对于你的这种控制欲呢，会渐渐的，因为你的能量的高昂，而变成一种随和、追随、通融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这组当中我们看到的星座能量，火象是比较多的啊，牡羊、狮子、射手座，这边有金牛座、天蝎座、摩羯座，土象星座也比较多一点。我们第二组朋友，如果这涉及到一个三角关系啊，或者对方当下还处在一个他必须要去管理和甚至是控制，然后有可能是负责任啊，承接他的生活和事业，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呢，他考量的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对方这个复杂的想法，有的时候是在金钱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比如说是合作关系上，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他在情感上能够投入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不够纯粹，或者是相对来讲少一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考量一下跟对方的发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显化和进行，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我们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意见。
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首先看的就是 Star 星星啊，17号，你对方眼中的星星啊，明星有没有啊？或者是明日之星啊，闪亮的 Superstar 有没有？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演绎才华、表演才华，或者说你们的形象、你们的气质、你们的创造力、表达能力、言语能力、思考能力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对方眼中，其实你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而且呢，在能量、活力和天赋上是远远超过他的。对方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现世资源，比如说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或者说他的这个经济基础等等。但是在这一个方面呢，你们哪怕不在一个世界，你的世界也足够有光环去吸引他。那第二张牌呢是自由啊，自由就是你是自由的。那我们第二组朋友，你完全可以啊继续穿上你的舞裙，继续为你的生命而高歌而起舞。你永远啊，你的身上有着自由自在的气息，你有着自由去创造、自由去表达，这个挥开双臂可以去飞翔的能力和能量。所以我看到在你飞翔，在你自由自在的时候，反而你是对方遥不可及的星星。当你呢放下了我们这边的翅膀啊、热气球啊，放下了我们闪耀的机会，有可能反而会让对方感受到，哎，你是不是我的一个压力或责任，或者说你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归顺于我啊，更多的去接受我的安排，接受我的一些控制呢？所以在这个感情里面，我看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有可能你独自一人的时候，反而你展现出了更高的美好的能量。有可能在你进入爱情的时候，反而需要的是你如何在感情当中既保持去爱，也保持我们刚刚这个权杖皇后啊，去组织和整理自己生活，掌控自己生活这个权利永远都在你们的手上。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既可以去爱，也可以非常自由的去接纳你们的生活，去建设你们的生活，去经历你们的生活。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我看到对方的眼中总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自由的你们更加值得被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信息啊，第二组的这个能量其实是有一点OK， 有点怪怪的。Anyways， 这是我们今天的卡牌当中要传递给大家的啊。因为我们不能避免呢，在三维世界当中有可能会遇见这样的情感对象，这是我们的功课，也是我们的缘嘛，有可能是我们在潜意识留下的一些重要课题啊。好，第一张是 It's hard for me too， 对我来讲也很困难。我们看一下字卡它要说什么啊？对我来讲也是很困难的，有可能是很难忘掉你，有可能是很难做决定，有可能是做了决定之后，我也面临着很大的艰难，很难的处境啊。好 ，I wish I could take back my words。OK， 对方和第二组牌的朋友最近是讲了一些，比如说言语不合呀，或者说一言不合就分手啊，或者说讲了一些让对方误解的话，他讲了一些重话之类的。OK， 他有点言不由衷啊，而且他有可能是在有可能是我们的痛点上啊，在最痛的一点上进行了打压和踩踏，就让我们这个关系呢被降到了冰点，或让我们受伤了。I want to be more than friends。好，暧昧关系当中的朋友啊，这个人对你圣杯7号一定是有朋友以上的喜欢的。如果对方跟你说的是我只想跟你做朋友，我跟你只是同事，我跟你只是同学的话，我认为对方是有点言不由衷啊。I am healing myself。我在治愈我自己。我们再抽一张啊，我们第二组朋友对方的这个心态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多抽几张了。It has always been you。我的选择永远都是你。I miss you。我们在牌里看到是啊，我想你，我想你了，好吗？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总结一下，我感觉到对方呢，当下做了一个困难的选择，他有可能讲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他有可能跟你之间的关系发展是超越了他的想象，你给他带来的这个魅力，或者说你给他带来的震动超越他的想象，他有一点点行为和思考啊不在同一个线上，想的是这一样，讲的是另外一样，所以呢会让你们的关系以及他甚至是你呀，就是我们第二组牌朋友这个个体都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和震动，并且呢当下他是内在脆弱的啊，玻璃心的，所以他在治愈自己的过程里边。如果做选择的话，我认为他说错了，有可能他想选择的是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他想念的是你。但是呢，我们再看一张啊 ，King of Wands， 我觉得对方他是比较爱面子的人，所以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们在牌里有看到 Queen of Wands， 这个牌应该是洗得很好的，所以
你们之间有可能是权杖王后和权杖国王的对决啊，两个爱面子的人，两个都需要去自我发展的人，两个需要在感情当中有更多的连接和更多的合作，而不是相互去对冲的状态啊。其实并不是对方和我们第二排朋友最初的愿望，我看到你们的感情也是一样啊，一见钟情啊，或者说终身难忘。但是在当下这个阶段，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需要的还是一样啊，闪光和建设自己，以你们的方式来，而不是遵从对方的方式。当你们自由，当你们是星星的时候，你们会一直是亮眼的，你们也会是在能量场上比较强大，吸引一切幸运和一切幸福到来的人，好吗？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今天的共同学习和连结，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我们的绿色水晶数字7号的朋友们，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来看的主题呢是情人节特辑，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对方的一封情书。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我们会连接一下对方是谁，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封情书它的内容以及它的这个讯息是什么样的，希望可以通过卡牌传递给大家需要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能量和疗愈。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那对应我们的数字7号，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三组的朋友们。好，我们看到30号啊 Juicing， 好，就是一个果汁被制造的过程，有没有？在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将它投入瓶子，好，让它慢慢的发生转化，成为可以被身体，可以被我们这个能量场啊吸收的更好的一个物质。从这个固体的状态、果实状态变成液体的状态。这边我们看到的信息呢是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改变和蜕变啊。我们从这个卡牌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瓶子，有一个 bottle， 然后当中呢有一个大地之母或者说孕妇的母亲的形象。所以第三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在对方的眼中呢充满了熟龄的魅力以及诱惑。不管大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呢，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气场啊，然后你们的外在，你们的甚至是荷尔蒙的指数都是非常吸引就是你们心目当中所想的这个对象，或者说我们今日要传递讯息的这个对象的。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呢，你们有可能处在一个人生的成熟阶段，或者说你们比同龄人，或者说你们比对方目之所及的一些其他的对象和个体都更加具有爱的能量和活力。你这种爱和生命力呢，其实来自于大地之母啊，或者是大地之父。我看到这个讯息当中呢，也会有一种就是在酝酿的感觉啊。我们把这个果实放到瓶子里边去酝酿，我们让这个时间在酝酿和催化，去造化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能量的吸引力和相互之间的活力啊，组成为一个新的事物啊，我们这个液体更加容易相互融合嘛。所以我看到对方有可能是期待和我们第三组朋友进行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呢有些朋友对方是把你当成了未来小孩的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看待或去感受的。对方也会觉得我们第三组朋友啊，不管是单身与否，你们身上会产生这一种成熟人类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跟大地之间这种 grounding 的连接，这种魅力上的这种慈爱，或者说这种承托和奉献力啊，你们是有这样的一种魅力的。当然我看到其实在第三组牌朋友当中啊，对方是非常想要和你们去发生关系的质的变化，有可能一些朋友他在去酝酿着告白，他在酝酿着跟你去进一步的接触，或者总是会觉得在你身边，你们之间呢是可以拥有一些更好的机会去延展和发展，以及让这个关系产生一个质的变化的。所以不少朋友对方是友情啊，或是暧昧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关系。在当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可能这个人也是你的，比如说小孩的父亲和母亲啊，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啊，这样讲，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形象嘛，那代表对方有可能和你有子嗣，或者说有后代，或者说即将拥有，或者说你们有一起经营同样的产业呀，你们有可能一起在养宠物啊，在经营家庭等等。对方希望和您的关系呢能够有一个转变，甚至有一个好的机会去进行这种告白，这种感恩，我看到是有感谢的信号啊，因为他在你的身上都是能感受到高光的爱和高光的抚慰，以及照顾和温柔的能量的，这个对于对方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那我看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你们的周身都散发着，可以说啊，金黄色和红橙色的这个能量场啊，这个能量场尤其是在喜爱你以及你喜爱的人的这个眼中会产生的。好，这个是一个吸引的能量，也是一个呢即将开花结果的好的能量场。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在吸引着正缘、好的合作，或者说一些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来到你们的身边。我看到在对方的眼中，你是一个起码如果不是熟龄或者说成熟以及拥有只有那一个阶段的朋友啊，你们也是非常具有潜力，以及你们是即将要站在舞台中间，要站在众人的中间，甚至给予众人非常多的高度的能量和提升的人。我们第三组朋友也是有这个旺夫相和旺妻相的啊，就是这个面相和磁场当中会带有非常祥和以及非常让人感受到慈善照顾温情这样的信息啊。我们看一下对方是谁好吗？我们先看一下对方什么样的讯息要体现出来啊？看一下这个人呢是谁 ？Ace of Wands， The Hermit 隐士牌。OK，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逆位。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的正位。Princess of Swords 宝剑公主的正位。好，我们再 clarify 一下信息是什么样的。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讯息啊。King of Cups and Ace of Cups。我看到一个深深把自己掩藏起来的人，把自己藏到了这个帷幕后边的人啊，他躲到了幕后。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是有人暗恋你们，或有人在默默爱着你们的。有可能这个人在过去跟你们有交往交集，甚至有可能有工作合作上的关系，但有可能他看到下意识觉得你会选择其他对象，或者说你的生活已经稳定了，你已经有自己的选择等等，默默退回到原地和离开的人。我也看到有可能这个人呢，在过去是你的合作伙伴，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周边呢，有可能跟你进行过，比如说共同的学习和一些工作的计划，甚至你们聊过未来，你们畅想过未来这样的对象，他好像在默默收回自己的爱哦，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一张 Knight of Swords and Princess of Swords 我们这边其实是一张宝剑骑士牌，这边是圣杯国王，也就是说，对方会觉得有可能和我们第三组朋友是有在认知上的，或者说是身份上的，以及少数朋友是年龄上的差异啊，所以他会退后一步。我认为这个人呢有 Ace of Cups 和 Ace of Wands， 你们之间应该是还没有发展和进行到非常亲密那个阶段，对方就退后一步了。所以他这种隐忍不发呢，原因在于，首先他好像想要去放我们第三组牌朋友去自由的发展，比如说在事业上在人生上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应了你当下的选择和当下的心愿，并且也有少数朋友这个当中有一些三角关系，比如对方看到你好像有很好的选择，以及有可能在不管是误会还是误解还是说他自己想当然的认为有可能你会选择其他对象，所以他好像做了一个退一步的动作。也有少数朋友你们一直是朋友关系，或保持着朋友以上的关系，但是对方呢，仿佛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让自己藏在这个幕后。好，还有什么样的讯息看一下，这个人有点神秘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三组朋友再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 Nine of Wands， 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人是谁怎么回事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不太好辨识有些朋友已经感觉得出来是谁了。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的骑士，金币的权杖9号的逆位。你再抽一张Knight of Cups 都是逆位的人物牌。这边我感觉到是有一些比如说冲突或者说人际关系的冲突和纷争的，然后对方的内在其实是自卑的，不自信的，并且对方在情感这件事情上会有一些基于个人原因的自卑、纠结和权衡。我看到这个人他内在的感受是一种矛盾，
或者说呢，在你们的爱情关系里边是有点拥挤的，我们看到很多人物牌啊，或者周围是有一些人参与啊，有些人去干涉啊，让对方觉得他迟迟的没有办法去给出非常明确的一步选择。所以我们又看到1号牌啊，圣杯1、金币1和权杖1号，很多1号牌出现。有少数朋友他是你的朋友，有可能你对他并不感冒，但是我觉得你有可能在内心深处能够感受到对方对你是在意的、关注的，或者说会给出很多的照顾啊，给出很多的支持，类似于这样的对象啊，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人的身上呢有比较明显的骑士的元素啊，其实骑士的元素就是他不会把自己的身份放到一个我在管控、我在去拿捏，或者我可以去掌控这个关系的位置，他在进行着可以说是成熟的一个阶段的试探。因此我觉得他还在一个成长阶段，在感情上有可能并不是很能拿捏的准或落得定。我看到大多数这个人处在一个单身状态，有少部分朋友这个是多角关系。好，我们看一下对方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情书呢？好，我们来洗牌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对方有什么话语要说吗？ Ace of Swords 都是1号牌耶，这一组感觉有一种在出发和做选择的状态啊。这边我们看到 Four of Wands。 好，我们再继续整理卡牌看一下。好，这边我们飞到3颗牌。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有 King of Pentacles、Three of Wands in reverse、权杖3号的逆位 and Hierophant。第3组朋友，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们会有再一次的机会吗？如果可以的话，当初的选择，比如说我会否定当初的选择，有可能我会退回一步。有可能在我们当下这个发展的阶段里边，我会做出折中的，对于我们这个剧本更加有服务性的、更加让所有人满意的一个好的行动。所以我看到对方对于这个关系其实是积极和良善的一个想法。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The Tower in reverse、 Ten of Cups。 我们看到这边是 Temperance and the Star 星星牌。我们遮挡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边我们是 Queen of Wands in reverse。 好，所以第3组的朋友，你们是已经弹开了吗？你们是已经飞开了吗？或者你们对对方现在是处在一个失落状态呢，还是在盼望的状态呢？对方是不知道的。所以这边也有一个问号啊，对方在期待着我们第3组朋友的一些回应，或者对方想看到我们第3组朋友身上的一些反馈是什么样的。那大意呢，我们用第一人称来讲，就是第3组宝贝们，好，如果我当时做出了不是当下这个选择，我做出一个新的选择，你会愿意跟我一起走吗？那你会愿意跟我一起去经营吗？或者说你会愿意跟我一起去维系我们之间的这个良善的缘分吗？还是你已经飞得很远很远了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你永远都是卓越的，你永远都是天马行空且有自己的创意的，你是自由且无畏的灵魂啊！所以我在内心当中呢，永远都非常的艳羡你，我对你的爱慕当中也带有尊敬，也带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期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飞开离我很远很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突然的回来。在我的眼中呢，你永远都是惊艳的，并且我们之间有可能已经有成熟的机会和地基，建造一个良好的结果了。如果过去给第3组朋友给你们造成了一些伤痕和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我承认是我在当下自私了，或者说自负了。当你发生了质的转变，比如说一些朋友是分手，或者说你们的暧昧无果你在转身，你在飞离当下这个阶段，甚至呢你们在现在有一些异地或者说远方的一个元素，在对方的眼中呢你是非常闪耀的。所以我看到对方在想的是，或他在写的就是如果我愿意再给出承诺的话，你愿意为我而重新回来吗？我们会有新的可能吗？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句我们再看一下对方想说什么。
当下的我呢已经成熟一些了，并且呢，在这个我的探索阶段吧，有可能我也发现了很多过去我的自负和一些弊端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很快的啊，当我和你分开啊，或者当我和你处在不同的人生的旅途和阶段里边，遇见不一样人的时候，我都会想你，我都会回头去再看一眼，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我，是不是在过去的一个幼稚和青春阶段的我啊，是不是在过去一个懵懂阶段的我，曾经做错了一些什么呢？周围的人在不断的教我，以及提醒我去学会如何成长，如何不武断，如何呢在周全的情况底下也能够保护能量的完整，保护我与对方亲密关系的连结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所以当下我已经好像重新学会了如何去爱和如何去合作。对的，合作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有了合作的时候，我才发现人和人之间能够有更深的连结和往来，而不是应该独来独往，而不是应该独占一份或者什么都是自己的。我承认过去的我是自私的啊，我也承认了在那个时候的我有可能是希望占有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或者说好像是单纯的武断的在为了你好做出了一些错误的抉择。而当下呢，我是比较想要去跟过去和解，也跟你和解，甚至我想要回头再来一次。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吗？你还愿意吗？你还在原地吗？看一下他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啊。好，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Two of Swords, Emperor in Reverse, King of Wands。 回到过去有可能是痛苦的，重新让我再做一次抉择，我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当下呢，我可以去认定自己已经成熟和成长了，但是有可能在我闪光的时候，你已经不愿意再多看我一眼啊。这边有权杖国王配权杖王后嘛，你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或者说新的恋人在你身边啊。我总是会有一点嫉妒啊，或者说我总是会有一点想要知道你的一些行踪和消息，因为我没有放下，好吗？ Justice in Reverse, Queen of Swords。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什么牌啊？ Seven of Cups。 好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过去还有幻想和妄想，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我对于选择跟你的爱情、跟你的连结，还是有一份幻想的空间的。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但是呢，这是我停不下来的一份小小的执着，这是我内心停不下来的一个声音。我不确定能够在你的身上寻找答案，因为有可能第三组的一些朋友，你们已经走得蛮远了，或者你已经 block 掉对方啊，你已经转身离开了。不过我看到在你不断转身啊，或者说不断向前去蜕变和成长的过程里边，这个人好像确实是在重新的反思和做属于他的一个信息的整理和再次的创造。所以第三组的朋友啊，你还愿意为了他回头吗？或者说你和他可以回到最初那个阶段，比如说成为好朋友，或重新再来吗？我们依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最近我看到的你都是冷漠的啊，最近我看到都是属于你的背影，或者说周围人呢传来的关于你的消息，有可能在社群媒体上我偷偷去关注了你一下，我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仿佛更有质量，仿佛更有目标，仿佛与我无关，而这是最让我心痛的一点。内在的我呢是嫉妒的，我们又看到这个圣杯国王啊，内在的我是不希望呢你被任何人影响，或你被任何人占有，或你跟任何人去建立比跟我更深的一层关系。这边我们看到 Nine of Cups and Wheel of Fortune。 但是你有属于你的丰盛，你有属于你的幸福，这仿佛是命中注定啊。我们今天看到两颗牌都是关于怀孕的卡牌，所以第三组牌朋友当下在备孕吗？或你们已经要成为父亲母亲了吗？那恭喜你们啊，对方其实有带给你恭喜的消息，他们觉得你是丰盛的，你注定会创造丰盛，你注定会创造你的大地上的这一片丰收的可能，所以有可能你的丰收与他无关，但是他会成为这个过程当中的见证者，这也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些命中注定，好像在某一个点上已经被卡死，但是能够见证你的丰盛，能够见证你的成功，或者见证你的一部分的成长和幸福，我也愿意，
也是我愿意的。好，所以第三组的朋友还是一样啊，不管在三维世界当中你们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如果我再问一次你的灵魂和你的内心，在某一个当下，你是否愿意重新选择我呢？这只是我不断给自己的一个疑问，有可能这个疑问会持续我这一生，或持续我未来的一段时间、一段光景，因为这始终是我内心当中好奇和想要知道的，也是我牵挂和执着的、惦念的。希望你一切都好，也希望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功课当中都能够达到属于我们的成长和成熟。毕竟我因为你变成了更加成熟的一个人，希望能够守护在你身边的是比我更加优秀的那一个。当然我们看一下对方是不是在给我们第三组白朋友如此良善的一个希望。 Eight of Cups, Six of Pentacles, Four of Cups. Yeah， 如果我给不了你的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呢，拥有你配得的一切。当然我觉得对方还是有一定的匮乏感，觉得自己好像总是会让你去付出啊，不一定能够给我们第三组朋友完全的幸福，而你值得幸福，第三组朋友。好，这是对方的信息啊。那我们也照例看一下对方有什么样的行动啊。我们把这个卡牌的重新整理一下，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对方会有行动吗？如果两个人当下还是 available 啊，和单身的状态，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有少数的朋友，你们已经各自做了选择啊，各自组成了家庭啊。不过我觉得对方对待这个关系还是，有一定的牵挂和一定的执着和疑问。如果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认为对方呢，他会不遗余力的走向你。如果这个人是你的正缘啊，是你未来的这个家族成员，是你未来的伴侣的话，他会不遗余力的走向你啊。我们看一下对方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呢？ King of Cups in reverse， 还是这张牌圣杯国王，这边我们也有宝剑10号 Ten of Swords, Eight of Swords,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你再看一下他有什么行动没有？好，出现了这张牌什么 Ace of Pentacles。 他认为自己呢就是既自负又自卑，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给到你想要的，或者你好像不会选择和喜爱他，他好像不配得什么。所以在行动上，我认为他当下会有一定的矛盾。都是宝剑牌啊 King of Swords。 如果对方这边有两个可能性啊，如果对方当下能力条件和状态都全部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对方会为你而守候。任何你回头的时候，有可能你会看到他。但对于第三组朋友来讲，有可能这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对方比较大力的一个行动和配合以及支持，我看到对方能够给出的情绪价值是比较有限的。这个基于他个人的能量和个人的，比如说内在的安全感、丰盛感，还是对方内心没有安全感，还是匮乏的。我认为对方当下其实处在一个比较匮乏和纠结的状态。所以呢，最近这3个月对方的行动能力比较弱一点。在断联的朋友有可能会保持断联，但是对方其实在心里边有可能经历了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和挣扎以及反思能量比较强啊。Queen of Pentacles, Four of Cups， 其实你和对方都是有这种能量的对应的啊。当我们第三组朋友能量偏弱的时候，对方有可能会显得强势；当我们在这边能量变强的时候，对方反而会跟着我们走。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需要吗？把你们的丰盛感和比如说在三维事业当中这个事业上、生活上的丰盛指数给修建起来。甚至呢，我们可以处在或出现一种稍微对峙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宝剑王后啊，调整一下 camera， 宝剑王后和宝剑国王都出现了。这里代表了，其实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如果你们的最后的关系不是一个转折向上，比如说对方又回来，我们两个人复合，很好的走在一起，而且有可能在这个三维世界有点相互冷淡的状态。原因并不是你们不爱了，而是这边有 devil，
就是两个人会有彼此的执着，会有彼此的失落感，有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停留在原地走不出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啊，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建立属于你们的丰盛，继续做你们该做的，想要你们该享有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往前走，不要回头啊。如果你们做的选择的话，往前走，不要回头。这个能量呢，也会加大，首先是你们的个人磁场，还有就是你们的幸运指数，也会让对方呢进一步的进行反思。如果对方真的有行动的话，有可能在过了未来的4个月到半年之间会有一定的行动，这个行动能力也是比较慢的。对方的第一步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沟通开始，从了解你开始，从重新的取得联络和这个联络方式开始的。我看到有少数朋友，对方会从朋友或者说网络上去取得属于你的消息。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之前是承诺性的关系啊，有这个家族，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子嗣啊，有小孩之间的连结，对方也非常渴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去挽留一下你。基本上在行动来说是比较婉转的，所以我们第三组朋友可以去考虑一下，你们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对应，这个对方的行动和对方的想法以及态度是否是你们满意的。好，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这个事情变得比较简单，有可能对方和你呢确实是天生一对，但是当下你们处在一个都需要个人发展的阶段啊，所以我们看到3张1号牌就是你的爱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开始，但是你非常容易遇见一个镜面关系的对象，这个对象呢既跟你相似又跟你相互抵触，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产生一个相生相克的状态，对方呢既会克制你啊，有的时候会遏制住你啊，有的时候会卡住你，但有的时候又会非常强烈的吸引你。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对对方有吸引力和克制力。有些朋友，我觉得你想的这一个人呢，他比较可能是你的正缘。就如果当下你们都处在一个单身或者说 available 的一个状态啊，你们的个人发展都是 OK 的一个状态，我有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下。原因在于对方还没有取得他想要达成的成就，或者在这个情感赛跑当中，他还是需要在社会地位上，在家族中，在他的事业里边有一定的威望，他有他需要去达成的目标。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对待功名有追求的人啊，功名啊、名利之类有追求的人啊。好，类似于这样的信息给到大家。这一组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星座或者是那个星象是相同的啊，比如说风象星座配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平，这边土象星座配土象星座，摩羯、金牛、处女，以此类推啊。在星座上来讲呢，风象比较多一点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圣杯国王的逆位经常出现嘛，那对方有可能身上会有天蝎、双鱼、巨蟹的元素，情绪比较多变啊，但是外表比较强硬，或者说看起来比较冷漠。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哇，我没有感觉到对方对我有任何感情，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在内心对你有很多挣扎，然后他非常在乎他的这个面子和功名啊，或者社会地位。如果对方是神圣阴性能量、女性能量的话，也是一样，对方有可能在公司啊，在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是有一定的位置和地位的，有可能他有一定的目标想要达成，所以对于感情他很少能够产生一些动容。所以这个是跟他谈感情啊，有点弊端啊，或者是有点心累的地方啊，在感情上很难妥协，但是失去了又会非常的惋惜。所以我看到有可能他目前的这个个人能量无法去支撑一个稳定的感情，直到他达成他的个人目标为止，或者他成长到一定的这个成熟阶段为止啊。如果一些朋友你们都在熟龄的阶段啊，然后比如说在一个适婚的年龄和范围之内呢，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关系在未来的这个大半年到1年当中是容易修成的。也有少数朋友你们需要给对方耐心和一些时间，也给自己一些时间。只要你们是丰盛的，我看到你们的外在世界都会随着你们而转动，你们也会吸引更多的比如说是高能量的连接，或者说高能量的可能性来到你们的世界。我看到这个人为了你是首先是纠结，再者就是夜不能寐，还有就是呢故作镇定，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是有比较这个拧巴的元素或纠结元素存在啊。他有可能为了想要去避免这种纠结，反而是更认真的去工作，认真的去思考和认真的去读书之类的。总之我看到对方身上会有一些比较迂腐的成分在啊。我们第三组朋友可以理解一下他。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方面是什么样的卡牌。第一张我看的是9号，
这个是无限的一个元素啊。我们可以看到蛇的一个信息在这当中，还有新月。所以第三组朋友，首先你们身上有一股女祭司的能量，这边我们看到月亮牌的逆位啊，你的感觉是非常准的。如果你感觉到的是这个对象，就是他无疑了。第二点呢，就是你会给予对方一种很有力量、很 powerful 的感觉，所以在你的事业当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他呢，反而是被限制住的一个人，所以他总是会看着你的背影啊，会跟着你的思考啊，甚至会模仿你的一些行为，模仿你的一些模式。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神秘的元素和这个基因在身上的，所以你们是有一些感知能力、预测能力和通灵能力的。有少数朋友啊，你们的生肖是蛇，或者在这个蛇的年份啊，在这个木的年份当中，你们会有层级的晋升，比如说你们在升职啊，你们在加薪啊，你们在有新的计划和项目，事业上将会有新的发展，人生将会有下一页，甚至也有人在追求你们，在跟你们去进行情感上的承诺。所以对方眼中其实你的能量是无限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甚至你在情感当中的这个异性缘是或者说这个桃花缘非常好啊，同性也可以，能量非常好，所以有很多人想要爱你们和想要去接近你们。对方觉得跟你的情感关系里边始终存在着一些竞争，而他要做的是保持冷静和让自己做得越来越好。我认为这个就是有点迂腐的部分啊，当然是这是 Sassy 个人的一个意见和角度啊。我们第二张牌出现的信息呢是原谅啊 Ulusi 或者是尤鲁斯 OK。我们看到天使在让我们去原谅，给我们的一些 message， 在这道卡牌当中最高的一个能量是原谅。所以第三组的朋友啊，你可以对他的灵魂说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也原谅对方，也原谅自己。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关系里边其实是有比较深刻的纠结和固执的基因存在的，这个在对方的身上，也在我们第三组牌朋友身上，因为你们其实是一个镜像的关系，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连结和这个缘分其实是我看到有三生三世啊，大约是在三生三世的一个状态里边，所以其实你和对方的连结是无限的，又或者说如果当下我们不去原谅他，还会再往前纠葛住啊。天使之所以让我们去原谅，有可能会需要让我们的关系往一个高的频率去进展和转化，比如说两个人更加成熟和成长，让两个人在精神上觉醒，让两个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情感关系更加有能量和力量去觉醒在我们这个三维矩阵里边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也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去觉醒你们的觉知能力。所以你们的背后是有大天使在保护你们的，也包含了我们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亲密关系在被守护，所以在不对的时间有可能无法进入关系，在对的时间反而水到渠成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不需要去刻意的进行过多的把握和过多的去追寻，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并不是追求，而是吸引，好吗？第三组牌朋友你们的吸引力其实是非常强的，而如果去追求的话，我看到反而对于你们来讲有一些生硬，有一些疲惫。好，这边我们看到的卡牌也代表了第三组朋友你们周围是有祖先和指导灵的存在的，所以在你们两个的连接背后呢，是让我们去觉知这个能量跟我们的高我跟我们的祖先指导灵进行连接。我们在最后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我们再把这个4卡抽一下。 I couldn't let you get close to me， 我不能让你接近我，把自己包裹得很好的一个人啊，他的自我防备能力确实是很高的，也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啊，有可能源自于他的这个先天啊，我认为是他的遗传，或者是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情感能量是不够的。继续抽牌看一下啊。I love spending every moment with you， 我喜欢跟你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啊。Do you miss me the way I miss you？ 好，你会像我想你一样想我吗？ I wish you were here with me，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多好啊，能在这里多好呢？最后一张我们看一下啊。I was afraid to make the first move， 我害怕第一个去做行动，我害怕去行动，我害怕被拒绝，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是在这个行动的边缘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请对方给出我们一句有质量的话，作为我们今天这个卡牌的完结。好，他们这边飞出来了啊。I want to reconcile with you。 好的，这个第三组朋友对方想和你复联啊，但是对方又不敢行动哎。然后当下这个阶段呢，对方会不断的想你，不断的想你，所以你在能量上会有感应。
而且对方呢比较喜欢跟你黏在一起啊，跟你去度过的一些很有质量的时间段，但他不能让你去接近的原因，我认为是他把自己的自卑隐藏得太深了，情绪化隐藏得太深了，有可能不敢让你去看到这一面。这人会有主动的行动吗？火星的牡羊12宫，我认为你们会持续的在意识上受到对方的影响，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想要对方的话，心里会失落，也会有一点禁不住的想起对方，因为对方在量子纠缠这个能量场上啊，我们毕竟看到这个无限的符号啊，你们的能量在纠缠当中啊，哪怕当下处在一个断联阶段，所以我看到对方的行动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啊，在这个月亮摩羯6宫配上火星牡羊12宫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期待的是在未来的2个月到半年期间，对方会不会有冲动的行为，突如其来的行为。那如果我们第3组朋友啊打算去主动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认为问候一下是可以的，基于我们当下这个关系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或者说根据你们的感应吧，让天使给出你们答案，要不要行动。我认为天使在告诉你们的是金星双鱼1宫啊，怎么样你都是被爱的，你怎样爱，你怎样去比如说悲悯，或者说你怎样用爱的方式去慈悲，都是你的自由，你的爱永远都会被守护。还有就是你们不会是一厢情愿的，你们的爱也不会失落，你会被很好的保护住，好吗？你是天使很爱的小孩哦，第3组的朋友，第3组的宝贝们。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帮助大家取得需要的讯息，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在特别的日子呢可以得到宇宙给予我们的高频率的讯息。再次祝福大家，也感恩跟大家经历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